Hello， 各位觀眾，大家好啊！今日我哋要開箱嘅咧就係呢一隻 Hot Toys CMS 08D38 Marvel Comics Iron Man The Origins Collection 豪華版。今次係我哋頻道第一次開箱 Hot Toys 嘅 CMS 系列啦，亦即係呢一個 Comic Masterpiece Series 漫畫角色嘅作品。今次呢一隻 Iron Man 嘅造型咧係 Marvel 漫畫裏面最經典嘅造型，亦即係最舊最 classic 嗰一款。The Origins Collection 咧係 Hot Toys 全新嘅產品系列，顧名思義咧即係一個回歸起源嘅系列。但係咁樣咧就唔代表 Hot Toys 咧只係將呢一個角色咧完全以最復古嘅造型做出嚟。今次 Hot Toys 咧同嚟自南韓嘅 figure 設計師 Pia 同埋佢嘅工作室合作，採用咗佢哋嘅藝術概念去創造咗今次嘅 Iron Man。呢一位設計師咧創造咗一個名為 Eternal Empire 嘅藝術概念、藝術風格。呢一個藝術概念嘅世界觀咧係一個只有機械存在嘅世界，裏面嘅角色、裏面嘅作品咧，佢哋擁有透明嘅皮膚，可以透視睇到佢哋全部嘅內部設計。咁啊，設計師咧就將呢一種風格稱呼為 E2 Style。其實呢一位設計師同埋佢嘅工作室咧已經同 Hot Toys 合作過好多次噶啦，尤其多嘅就係一啲 Iron Man 嘅作品。不過今次咧就係首次引入 E2 Style 呢一種風格。呢隻 Hot Toys 原定嘅派貨時間咧係2022年嘅第3、第4季，依家派貨咧算係提早咗嘅。外盒主要嘅用色係紅色同埋鮮黃色，因為係合金系列啦，所以今次咧就用咗側拉嘅設計。喺黑色發泡膠盒嘅側面咧雕有 Marvel Comics 嘅 logo。我幾中意今次豪華版外盒用嘅呢兩隻顏色，係幾鮮豔幾搶眼嘅。不過封面嘅圖片咧我就比較中意普通版嘅嗰一款。咁啊，將佢打開之後咧，就可以喺黑色嘅發泡膠盒上面見到雕有 The Origins 嘅字樣啦。好啦，呢度就係今次呢一盒豪華版 Iron Man 裏面所有嘅內容物。哇，可以睇到咧今次嘅內容物咧非常之豐富啊！首先就有今次 Iron Man 嘅本體啦。然後有一塊金色嘅替換面罩，3款嘅替換頭盔，2組前臂嘅替換裝甲啦，2塊替換嘅胸甲，2組小腿上面嘅替換裝甲，呢2塊應該係替換嘅肩甲啦，2塊可以替換嘅 Countermeasure Dispenser 反制耍布器，2對替換手型，一個電池套裝，一本說明書。咁啊，以上呢啲咧就係普通版嘅內容，而呢一邊開始咧就係豪華版嘅嘢啦。首先就有一個放裝備嘅篋啦，然後有一盒咧係地台用嘅一啲支架嘅零件啦。今次呢一個地台嘅地板部分，一啲仿全式投影嘅屏幕，同埋一啲平台嘅零件啦，2個透明嘅拆甲台上面嘅零件啦，呢個小小嘅支架同埋上面仲有一粒透明件，咁呢個咧要陣間裝過先知喺邊度啦。另外仲有3塊比較大塊嘅拆甲台嘅零件，同埋最後就有今次嘅支架。今次呢套裝甲嘅設計概念咧嚟自 Iron Man 喺60年代漫畫登場嘅元祖裝甲，所以咧就用咗紅金色做裝甲嘅主要配色。呢一套元祖裝甲嘅一大特色咧就係佢非常之貼身啊，完全咧就好似着咗一套緊身衣咁樣，手臂啊大髀嘅肌肉線條咧都非常明顯嘅。身上面有透明外殼嘅部分咧就包括有頭盔、上半身直至到胯下、整個嘅後背、雙手前臂同埋雙腳小腿直至到腳掌嘅部分。其實簡單嚟講咧，即係除咗手掌以外所有嘅紅色部分。換言之，冇透明殼嘅部分就係所有嘅金色部分啦，包括有面罩、雙手嘅上臂同埋大髀。除咗透明外殼之外咧，另一個 E2 Style 最大嘅特色就係身體上面會有好多碳灰色嘅塊狀圖案，同埋充滿機械感嘅線條。呢啲特色咧都可以喺設計師之前嘅作品上面睇到嘅。除咗係可以透視內部結構嘅透明皮膚咧，其實佢都有一種感覺咧，好似係一套好高科技嘅 Iron Man 裝甲，然後咧有一層能量護罩去包覆住佢嘅身體。所以 E2 Style 呢一個概念咧，真係好適合 Iron Man 呢一個角色嘅。心口中間咧有突出嘅反應堆，表面係一塊有紋理嘅透明件。仔細睇咧可以見到最裡面有做到蜂巢形狀嘅細節，上胸兩側肋骨部分咧有非常立體嘅造型，腹肌位置咧都有類似嘅效果。我覺得呢2個部分咧係做得好精彩嘅。腹部咧分成咗3段嘅設計，有一段隱藏嘅關節咧可以向下拉出，去加大佢前後左右嘅可動角度。手臂部分平轉、平舉嘅可動性咧都非常好。有一段隱藏關節咧可以向外拉出，去再進一步加強佢嘅可動性。二頭肌裝甲咧就冇平時嗰個可以揭起嘅設計啦，不過今次手臂摺疊嘅能力咧，我覺得係夠用嘅。腰兩側嘅 Countermeasure Dispenser 咧有可動性，咁就唔會妨礙到大髀左右平舉嘅能力。另外咧有2塊前裙甲咧可以揭起，加大雙腳可以向前嘅角度。
不過今次嘅後裙甲咧係完全固定住嘅，所以咧雙腳向後嘅角度咧就一定好有限啦。雙腳有一段隱藏關節可以向下拉出。今次除咗可以聽到咔咔聲嘅棘輪之外咧，雙腳仲做咗一個裂甲嘅設計。屈曲嘅時候咧，大髀嘅裝甲會有一個連動性，會稍為喺大髀側面咧暴露出少少碳黑色嘅內部細節。呢一個咧係喺過往 Iron Man 作品裏面未見過嘅設計嚟嘅。類似嘅裂甲設計咧喺 Gundam 嘅作品裏面咧就比較常見。加入呢一種細節咧，可能係設計師嘅喜好啦。咁我自己嚟講咧就非常中意呢一種設計嘅，甚至咧我覺得可以大膽少少喺整個 figure 上面咧再加更加多嘅裂甲細節，做得更加豐富嘅。鞋部分嘅外甲咧有彈簧嘅設計，腳尖有一段可動關節，鞋底嘅紋理咧都有做出嚟。反轉睇下背後，首先第一眼見到嘅就係背後中間嘅電池位啊，可以喺透明外殼底下咧清楚咁樣睇到，整個螺絲位置咧都係可以見到嘅。咁呢一度咧我就唔太中意啦。另外今次有6塊完全透明嘅飛行襟翼，佢哋冇拼合得好貼合，彼此之間咧留有少少嘅罅隙。咁樣嘅設計咧就係為咗留翻啲空間俾大家可以揭起佢哋嘅，佢哋可以打開嘅角度咧都好大。打開之後咧，可以見到底下有少少類似散熱片嘅細節。不過合翻埋嘅時候就可以見到咧，呢度有一個幾奇怪嘅疊起設計嘅。上面嘅4塊飛行襟翼咧係會互相碰到疊起嚟嘅。咁我就唔太明白點解呢度會咁樣設計啦。係為咗令個飛行襟翼可以再做大塊啲啊，定抑或係想令到佢哋比較容易揭起呢？無論點都好啦，我自己咧就唔太中意呢一個設計嘅。整體嚟講咧，整個後背嘅透明外殼嘅設計咧都係比較破碎、比較唔貼合嘅。我覺得咧就唔及佢正面嘅美觀。不過咧呢一個主要咧都係為咗可動性嘅犧牲嚟嘅，所以係可以體諒嘅。頭盔方面呢一個面罩嘅面上咧有少少兇惡啊，幾有殺氣嘅，我幾中意。除咗面罩以外咧，整個頭盔都係透明嘅外殼，所以頭頂咧可以見到個電池位呢一個位置咧又係唔太美觀嘅。頭頸有2段可動關節，抬頭嘅角度咧足夠可以做到飛行嘅動作。可以見到咧衣領部分都幾高嘅，另外頸部咧都有透明嘅外殼。今次咧仲有另一款磁吸面罩可以替換，替換嘅時候咧要連頭頂嘅部分都一齊換埋。可以見到咧替換頭頂咧會比原裝嘅多少少紋理細節，前面嘅 M 字壓咧亦都會大好多，咁就方便大家去分辨啦。換好之後咧，可以見到呢一款替換面罩咧會有2隻角突出嚟，呢2隻角咧都幾尖嘅。咁啊呢一款面罩咧就真係好 classic 啦，完完全全咧就係另一款漫畫裡面嘅面罩樣啦。我個人嚟講咧係比較中意原裝嘅嗰款面罩嘅。跟住我哋就試下佢嘅發光功能啦。首先頭頂電池盒嘅開關咧，今次改成咗用按鈕嘅形式，放入電池撳落去之後咧就可以開啟雙眼嘅燈光。然後就係後背嘅中間，可以見到咧側面有一個借力位，將中間嘅一塊外甲拆走咧，就可以見到同頭盔一樣嘅按鈕，可以打開心口同埋肩部嘅燈。手臂部分咧就要先拆走透明嘅外殼，再拆走一塊蓋，咁先至可以見到個電池盒。呢度咧就用翻平時嘅嗰啲開關設計啦。今次頭盔同埋背後改成咗用按鈕咧，我估可能就係想令到佢稍為美觀少少，但係咧其實咧就真係只有少少嘅啫，因為咧呢啲螺絲位咧始終都係暴露咗出嚟。不過咧我就幾中意呢一個按鈕嘅設計，撳落去嗰個按壓感咧唔錯。我希望以後咧啲 figure 大部分嘅發光結構咧都可以用翻呢一種按鈕嘅設計啦。跟住就試試今次嘅外殼換裝啊！首先除咗頭頂可以換之外咧，頭盔兩側耳仔位置嘅外甲咧都可以替換嘅。頭頂用嘅係磁吸式，而耳仔位置咧就係用咗2個圓柱形嘅樁去固定，所以咧有少少唔同嘅。替換咗之後咧，整個頭盔就變成咗金屬紅色啦。同樣地咧，另一個面罩咧都有一個金屬紅色嘅頭頂部分可以替換嘅。跟住胸甲部分咧，用咗2條斜斜地方方地嘅樁咧去固定，呢度咧就稍為難換少少啦。我起初咧見到咧膊頭有2條縫咧，我就想試下用呢度嚟借力啦。但係問題係咧，佢呢條樁咧係斜斜地咁樣嘅，所以用正面咁樣掹出嚟咧就比較困難。我建議咧就將少少嘅指甲咧塞到去心口正中間嘅呢條縫裡面，然後將呢一塊胸甲咧慢慢咁樣褪出嚟，咁樣用力嘅角度咧就比較啱方向嘅。
換好之後咧，就見到胸甲完全變成咗金屬紅色，呢一個位置咧，我就覺得有少少戇居嘅，因為依家咁樣咧就完完全全覆蓋咗底下豐富嘅細節，浪費咗設計師嘅心思，所以我咧就唔太中意呢一個部分嘅。前臂部分嘅外甲咧用咗卡扣去扣住，亦都係要慢慢咁將佢哋挖起掹開。咁咧就可以扣上金屬紅嘅替換甲啦。然後就係全身上下最難換嘅部分，呢兩個 countermeasure dispenser， 因為佢哋有可動性咧，佢底下只係用咗一條好幼嘅轉軸去固定，呢個部分咧係完全唔受力嘅，而且會喐嚟喐去。我敢保證啊，如果你大力咁樣去屈曲佢嘅話咧，佢好大機會會斷。所以要換呢一個 countermeasure dispenser 咧係好困難嘅，要慢慢咁樣左右上下咁樣將佢褪出嚟。褪出嚟之後，可以見到咧上面用咗上下兩支樁去固定啦，然後就可以換上金屬紅嘅替換甲。佢嘅感覺咧就只係一個放大版嚟嘅啫，完全冇任何特別嘅。呢一個 countermeasure dispenser 咧喺設定上咧可以發射一啲熱鹽彈去攔截敵人嘅追蹤導彈啦。但係喺玩具上面咧，其實佢完全只係一個圓碟形嘅側裙甲。如果呢一度嘅換裝咧係為咗改成一個發炮嘅模式咧，咁頭先嗰啲麻煩嘅部分咧，我都覺得仲算係有意義。但係依家咧純粹係一個放大版咧，我個人嚟講咧就覺得唔太喜歡啦。而且咧我就建議大家真係唔好將佢裝得咁緊啦。最後就係替換小腿嘅部分。平時 Iron Man 嘅腳掌咧都會有一段可以向下拉嘅隱藏關節。呢一個關節咧，我一直都覺得佢好似冇咩大作用，而且咧都比較難拉開，所以我平時咧通常就會直接省略咗佢嘅。但係今日咧就一定要提一提佢啦，因為替換小腿外甲嘅時候咧，要先拉開呢一個關節，咁樣鞋嘅外甲咧先至唔會妨礙到你嘅替換，然後咧就可以將小腿嘅外甲咧挖起掹開啦。咁就總算係完成咗外殼嘅換裝啦，非常之辛苦啊！比平時入 Iron Man 嘅電池咧要辛苦好多。困難嘅地方咧，主要在於咧呢啲外甲咧都冇設計到乜嘢借力位。啱啱收到呢一隻新 figure 嘅時候咧，你又會對佢好小心啦，又好驚拆爛啦，真係完全唔知道要從何入手啊！而且咧，你睇依家換好咗之後嘅效果咧，身上面有唔少嘅部分咧都係冇設計到換裝嘅，所以咧亦都唔係全身完全換成咗金屬色。換咗裝嘅部分就好似頭盔同埋胸甲咁樣咧，就只係將底下嘅細節全部遮起嚟。所以依家咧，我覺得呢一個換裝咧係有少少兩頭唔到岸。我個人認為咧，全透明殼嘅時候咧就更加有特色嘅。Hot Toys 咧有提及到一個玩法咧，就係可以 mix and match 啊，大家可以將一啲外甲換成金屬色啦，又可以將一啲唔換咁樣，等玩家可以自由配搭。咁啊，有興趣嘅觀眾咧就可以自己去試下啦。呢一隻 Iron Man 咧拎喺手上面係幾有重量嘅，主要嘅合金成分咧就應該係集中喺雙腳上面啦。呢一個透明外殼咧做得好清晰，底下嘅結構除咗頭盔同埋後背嘅電池位之外咧，完全唔會見到任何其他嘅螺絲，所以其實已經算係收埋得唔錯噶啦。不過咧就仲未到最完美。呢一個透明外殼嘅質素咧係唔錯嘅，佢哋都有一定嘅厚度，完全唔會覺得佢好脆弱。會令我覺得脆弱嘅就只有透明外殼上面嘅一啲卡扣嘅部分。另外咧，始終佢係透明嘅外殼啦，所以咧係好容易會見到一啲細微嘅花痕嘅，而且替換裝甲嘅時候咧，真係要好好咁樣掃塵。如果唔係換完之後見到底下咧攝住咗一啲塵咧，你又要拆翻開佢嚟清潔，咁啊真係好痛苦啦。呢一隻 figure 公布嘅時候咧，有好多玩家都擔心透明外殼時間耐咗會唔會發黃咧？暫時咧就唔太睇得出嘅，呢一點咧就應該要用時間去印證啦。如果有一日咧我呢一隻發黃嘅話咧，我一定會放上 Instagram 上面同大家分享嘅。配件方面，手型部分首先有一對裝喺本體上面嘅握拳手型，然後有一對發炮手型。最後有一對可動手指嘅手型，跟住就有呢一個裝甲篋啊，佢上咗金屬碳黑色同埋銀色，兩邊咧係完全對稱嘅。打開之後咧，裡面有兩塊平台可以翻出嚟，上面可以任意咁樣放上一啲裝甲去做一個擺設啦。裝甲篋裡面全部嘅細節咧都做得好豐富嘅。另外有6塊唔同大細、唔同款式嘅仿傳式投影屏幕，佢哋全部都係藍色嘅透明膠片，有透明薄膜嘅嗰一邊咧係正面，上面咧都有啲好清晰嘅圖案，大約咧都係一啲同 Iron Man 相關嘅藍圖啦，或者係一啲數據嘅圖表。下面有突出嘅部分咧可以插到去裝甲篋上面。按照說明書嘅指示安裝好之後咧，你就會發現佢嘅設計咧好奇怪嘅，唔知道點解咧，明明每一塊都有非常清晰獨立嘅圖案，但係咧佢就要設計到咧將幾塊疊埋一齊咁樣插上去，所以咧就唔使理佢噶啦，你自己中意點樣擺就點樣擺啦。地台方面咧，首先有一個圓形嘅地板部分，前面有 Iron Man 嘅字樣，中間有2個放置腳嘅機關啦，有一個細節咧可以移動嘅。底下打開之後可以放入3粒3A 電池，打開佢嘅發光功能。
你會見到咧圍繞住地台咧有2圈白光燈，呢一個燈嘅亮度咧係幾唔錯嘅。然後地台上面嘅呢一圈咧，裏面內藏磁石，可以將其他拆甲台嘅零件咧裝上去。呢一個拆甲台嘅組裝咧都幾多步驟嘅，可以見到咧拆甲台主要有3塊比較大嘅零件啦。呢一塊嘅底下咧有2個黃色部分有磁石，可以直接咁樣吸到去地板上面。然後咧就用呢一個支柱穿起2塊透光件。入到去平台上面就完成咗拆甲台嘅下半部分，然後要插上中間嘅支架，將呢一個透明嘅輔助臂套上去。喺呢一塊平台上面咧裝上透明件，同樣套上去。用下面嘅輔助臂咧去做支撐，咁樣先至可以喺呢一塊平台上面放上裝備篋，係要靠底下嘅輔助臂支撐咧先至夠力嘅。然後就可以插上最後一塊平台。呢一塊平台咧會有一小塊嘅可動部分。呢一邊咧仲可以插上一塊小小嘅透明件，然後就可以將最後一塊仿傳式投影屏幕擺上去啦。最後仲有3隻磁吸式嘅小機械臂，都可以吸到去地板上面，或者係拆走佢嘅磁石部分，直接插到去腳部機關嘅邊緣位置。再放上各種嘅小配件，呢一個迷你拆甲台咧就總算完成啦。整個地台咧係一個高科技實驗室嘅感覺，配搭各種嘅小零件咧，可以做成一個好實用、好好睇嘅場景擺設。咁我哋最後就直接進入擺 pose 嘅環節睇睇佢啦。平時電影版嘅 Iron Man 咧嚟嚟去去都好相似啊！今次呢一隻 Hot Toys 咧可以話係俾 Iron Man 嘅 fans 咧換咗一換口味。透明外殼方面咧就有人中意，有人唔中意啦，個人嘅審美觀都唔同。我自己嚟講咧就覺得 OK 嘅，可以接受嘅，但係又未去到話特別喜歡咁樣。今次呢一隻 Hot Toys 整體嚟講咧，佢個造型咧我係幾喜歡嘅，大髀位置嘅裂甲設計咧我就覺得幾有驚喜啦。另外就係今次一整套嘅地台擺設啦，今次呢一個地台咧係做得非常好睇嘅。缺點方面咧我就係覺得佢嘅換裝咧有啲難換啊，我覺得佢上面嘅借力位冇做到足，咁所以咧玩家會去重複換佢裝甲嘅意欲咧其實係唔大嘅。所以今次呢啲裝甲咧，我覺得用嚟做場景擺設咧係更加好玩嘅。今次呢一隻 Hot Toys 豪華版嘅預訂價錢係港幣2530蚊，而普通版咧係2330蚊，200蚊嘅差價咧就差喺呢一個裝備篋啦，同埋呢一個地台。普通版嘅會有一個平時嗰啲六角形嘅地台，咁我就覺得咧200蚊嘅差價嚟講咧係一定要買豪華版嘅。今次呢一隻 Hot Toys 派貨之後咧，同系列就即時開訂咗 War Machine 啦，同埋限量500隻嘅匿蹤裝甲。咁啊嗰一隻限量版咧同呢一隻咧係同模換色嘅，不過咧我就覺得佢嘅顏色換得非常好睇啊。可惜咧依家限量500隻咧喺香港地區咧已經賣晒啦。不過咧 War Machine 仲可以買，大家隨時可以上 eShop 上面預訂，非常之方便嘅。我自己個人嚟講咧係非常之樂見 Hot Toys 去做呢一啲新嘗試嘅。當然啦，超像真咁樣去還原電影入面嘅角色，一定係 Hot Toys 最重要嘅核心同埋最大嘅魅力嚟嘅。但係再去創造出呢一啲有特色有玩味嘅作品咧，亦都非常符合 Hot Toys
上推動玩具潮流文化嘅宗旨，所以咧我係好支持兩種做法同時並存嘅。呢一個系列咧好有潛質，好有趣，希望咧 Hot Toys 可以繼續開發落去，開發更加多唔同嘅角色，亦都希望各位觀眾、各位玩家咧可以繼續一齊支持 Hot Toys 啦。好啦，今日呢條片咧就嚟到呢度啦。如果中意今日呢條片嘅朋友咧，就記得一定要讚好同埋訂閱我個頻道，撳埋個鐘仔 follow 埋我嘅 Instagram。喺我嘅 Instagram 上面咧會有更加多嘅玩具情報同埋唔同形式嘅玩具開箱嘅。咁我哋下次再見啦，拜拜。